那这件事情你想要怎么做？将计就计。韩沪生、李腾飞、叶知秋这3个人虽然是咱们的对手，但并不是铁板一块，尤其是叶知秋。我猜他一直被李腾飞踩在脚下，耿耿于怀。再加上陈沪生这个人生性多疑、刻薄，所以我打算给他们一招离间计。离间计？你要离间谁啊？当然是李腾飞了。就这半年的较量来看，还是李腾飞对咱们的威胁最大。只要把他搞定，咱们今后的处境就会大有改善。我打算放出一批半真半假的消息，利用叶知秋急于上位之心，到陈沪生那里告密。如果不出我所料，陈沪生一定会对李腾飞有所防备和限制，甚至让叶知秋取代他的位置。大约，咱们这么算计老大不太好吧？周岩，商场无父子，更何况是兄弟。再说，他拿咱们当兄弟了吗？兄弟也好，父子也罢，我的想法跟周岩是一样的。你有点走得太偏了。如果你想的办法都是这样的，那以后开会不需要再叫我了。于鹏月，我真的越来越不认识你了。大宇，要不咱们换个办法吧？李腾飞说的没错，你们都愿意选择单纯的一面，那就让我变得复杂起来。今天我把大家叫来，是想商议一下关于 FB 公司股权变更的事。在座都是 FB 的股东，大家也都是熟人，我就不废话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周岩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对外出售一部分自己在公司的股份。卖多少？一半，也就是公司股份的5%。周岩，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咱们对手归对手，但是私底下还都是兄弟。你要是缺钱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借给你。干嘛卖股份啊？杨子，杨总，周岩想卖股份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。你要真把他当兄弟的话，就尊重人家的意见。那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打算卖给谁？当然是公司以外的人了。那得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了。同等条件下，我们这些股东也拥有优先收购权。所以我把大家叫来嘛。佳宇，把书面通知给大家发一下，谢谢。这么高，那个人是不是疯了 ？FB 公司的股份根本不值这个钱。王总，您可是董事会的成员啊，别人出高价钱收购咱们公司的股份，是对咱们公司的肯定，您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再说5%的股份虽然不多，但是对于某些想要的人来说，那可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现在征询意见的话，我不同意准啊。我也不同意准啊。没问题啊。不过我跟小雨肯定是同意的，2比2。不知道王总，等一下，李总还有何指教啊？既然是1人1票的话，那么就请于总不要代替其他人投票。
小月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我想听到你自己的意见。我同意。好了，没问题了。OK。这个李腾飞也真的是，明知道答案还非得试一下，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你不会也中了他的计了吧？也许吧，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，你确实很自以为是。我自以为是？我怎么自以为是了？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呀，从一开始你满脑子只有你自己，只在意你自己的想法。我们都属于是你的一枚棋子吧，被你这个睿智的棋手操纵着、支配着，按照你的思路跟对手一决胜负。我哪有？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？你恨不得所有人都听你的，按照你的想法来。你一张嘴就代表所有人的意见，你一抬手就忽略所有人的想法。在你的世界里，好像只有输赢，没有过程。你就像是一个棋手，为了最终的目的，不会在意每一颗棋子的死活一样。我那是为了大局，为了公司，为了集体。我当然希望所有人都好，可事实不允许啊！如果因为少数人的不如意可以让更多人如意的话，我当然选择牺牲少数人。至于你说的我不在乎别人的意见还有感受，那是因为他们说的不对，做的不好。我犯不着明明知道正确的路在哪儿，而去选择绕弯路吧。OK。你怎么知道别人走的就一定是弯路呢？你怎么觉得你自己选择的就一定是对的呢？是，我承认你比一般人聪明，可是你也是个人，是人就一定会犯错。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嘿，你错的还少吗？我是不是早就提醒过你，员工不跟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合同是很危险的？你怎么说？没关系，我相信我的员工不用那么麻烦。结果呢，就是你的2个好兄弟带着一大票老员工，毫不犹豫地站在公司的对立面。那是他们选择了背叛。你几岁了，还背叛？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交流。哎，小雨，你去哪儿？小雨，你帮我跟着他，我怕我去的话他生气。行，大雨，你放心吧，我劝他啊。哎，小雨，哎，老大，你说大鱼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张英问啊，下了个套呗，拿那5%的股份当做诱饵，等着咱们上钩呢。等咱们上钩？那然后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这小子准是没憋好屁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先由他折腾呗，反正现在王总还没给答复，咱们就静观其变，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。行，反正不管做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哎呀，我说于总啊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上午刚宣布完周总要卖股份，中午就请我在这儿吃饭，完了周总人不来吗？啊，周总临时有事儿，全权委托我来和您见上一面。哦，王总，这回股权转让的事儿，还得请您多多帮忙了。嗨，上午我都说了，你们几个股东是自然人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代表的是法人，是于金投资，这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主，还得等公司董事会商量了以后再说。您看您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还在这跟我虚词套话呢。现在谁不知道于金投资都是听陈老爷子的呀？陈老爷子怎么说，那董事会也不就怎么定了。再说了，当初没签合同之前，李腾飞就跟我说过了。啊，我是说，当初没签合同之前，李腾飞就跟我说过，要与我决一死战。哦，
王总，现在双方激战正酣，这5%的股权那可是香饽饽，您就给我透个实底儿。陈老爷子到底愿意花多少钱去回购这5%的股权啊？好说好说。上尉腾飞来电话，说于鹏岳那边打算卖掉周岩的股份，这件事儿是不是你在背后推动的？哇，陈老，您目光如炬啊，您看出来了。没错，我是使了点手段。你是通过那个菲菲吧？这您都看出来了，您老真是太厉害。我这不是想方设法的给他们捣捣乱吗？不都说陈宝是从内部最容易攻破的？这事儿吧，本来我也没想怎么样，可没想到他真的就成了。记住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只要你把握住了，成功的就是你。据我所知，菲菲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她也算是立了一功。我这个人一向是赏罚分明。你告诉他，只要让周岩顺利的卖出手里的股份，我一定送他一份大礼，让他继续为咱们买力。我明白了，陈老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别着急，倒是你自己要小心啊，别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。嗨，哎，对了，陈老，万一他们真的把股份卖给别人怎么办？就这么几天，他能卖给谁啊？你放心，他们最终还是会找到小王的头上。陈老，王浩来了。你看看，说曹操就到，让他进来，咱们就听听于鹏岳到底给他提了什么条件。陈老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说实话，我是有点懵，所以特地来跟您当面汇报汇报。于鹏岳真的说，是在签合同之前，李腾飞告诉他的。看他的样子像是说漏了嘴，虽然半截改了口，可一听就是这个意思。他知道你我的关系这没什么。当初签完合同之后，是我故意把消息放出去的。可是如果像他说的那样，早在签合同之前，李腾飞把消息告诉他了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知秋啊，你是怎么看的？陈老，那天我也在场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是李腾飞撺掇着您把消息放出去的，还说这样能够离间于鹏岳和王若雨之间的关系。可是离间来离间去，我也没见他们俩反目成仇啊。通过于鹏岳的法务顾问去找他们，也就是说，骗过这个叫王若雨的法务顾问，就能骗过于鹏岳。没错，于鹏岳果然亲信了王若雨。我还真想看看于鹏岳这小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的表情。他已经知道了。为什么？腾飞的意见是，在签署完协议之后，将我们和这家投资公司的关系巧妙地予以公开。那这不就打草惊蛇了吗？如果能借这个机会让于鹏岳对王若雨产生误解，进而对公司所有的人产生怀疑，从现在得到的消息来看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你这半年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可有点让我失望啊。那会儿我就觉得奇怪了，好好的干嘛要打草惊蛇呀？您说这会不会是李腾飞他和于鹏岳之间早有谋划呀？
你杨哥真在上面？确定，我一直跟着他。那就好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对公司来说特别重要，你别给我说出去。放心吧。不过黄月哥哥，你是怎么知道杨子一定会来找子珊姐姐的？啊，我让周岩去找杨子，找子珊求情。你杨子哥哥重情重义，不会不管的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我亲自出马，给李腾飞摆个迷魂阵。这么好玩呢，我也要去。那我们走吧。哎，有你什么事儿？赶紧回家去。多好玩啊！你小孩，你掺和什么？赶紧回，向后转，走。去。怎么用完我就扔？子珊，你到时候你再好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好不好？周岩他是什么人，我太了解了。他就是这么一个善良到头、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，啊！你们俩这么冷下去，他真太难受了。但凡他能说出来，我都不能来找你们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他要是个男人，这些话让他自己来跟我说。谁啊？子珊，我一彭越。哎，来了，你等一会儿。哪能躲躲呀？不是，躲什么呀？他还不会吃你。哎呀，你们现在有竞争关系，但好歹他也是兄弟，你躲他干嘛？现在我把他当兄弟，但是他不把我当兄弟，哪能藏得快？我躲躲。来了，你躲好点。来了。来了。Hello。有稀客啊你？是啊，好久没见你了嘛，这不过来看看。哇，这家小清新啊！这相比之下，我的地方就是一狗窝。可不是嘛，你们男生啊，可一点都不爱收拾。哎，听说你那个青梅竹马搬进去了，他总不会不帮你收拾吧？哎，这话可别瞎说啊！我们俩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家最近出了点事儿，我答应他爸照顾他，才让他进来住的。我就把他当亲妹妹看。哟，窗帘不错，看着啊。哎，大宇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你来不辛苦吗？你坐。坐。哎呀，我是说啊，你是真把那个陈太真当自己亲妹妹啊？肯定啊，那你以为我当什么呀？也是，既然若雨能让他搬进去，那说明他根本就不在意。小雨他真不在乎？他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？当然提起了，他说你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越来越偏执，越来越不像他以前认识的于鹏越了。这样啊，那我回头得跟他好好解释解释。你行了吧？与其浪费时间在解释上，还不如花在行动上。若雨喜欢的是有正义感、有担当、重情不重利的于鹏越，不是一个满肚子诡计、整天想着算计别人的人。你还是好好把握吧你。说话这么带刺儿呢？换个话题，不聊这个。那不聊这个，你来找我干嘛？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？哟，您现在可是大忙人，你天天想着跟自己兄弟怎么勾心斗角、斗来斗去的，你还有时间来找我聊天？哎，行了，赶紧说正事儿，没事的话我送客了。我还真是有点事儿想求你。是你求我，还是替别人求我？也算是替别人求吧。行，来。啊？怎么了？走怎么？哎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你让他给我记清楚了。他要是道歉的话，就自己来，别缩在后面，跟个缩头乌龟一样。做对做错是一回事儿，敢不敢面对，敢不敢承担，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他要是像个男人的话，就自己来跟我道歉，别让你们来代劳。对。不过那个子珊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替周岩当说客的。那你是来干嘛的？我呢，
是想替大家求你帮个忙，挽救一下咱们公司。挽救咱们公司？没错。于鹏跃一面想高价卖出那5%的股份，另一面又开始撺掇子珊在我当年的那份转让协议上签字。你没听错，他真这么说的。没错，千真万确。真没想到你那份签了字的协议他还留着。这子珊要是在上面签了字，手续齐全，那你的股份就是他的了。这大鱼也真是好算计啊，这一边卖一边收。要是这王总真高价收了这5%的股份，那就亏大了。幸亏这碰巧让我听见了，要不然准让他得逞了。没这么简单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就算是他留着当年的那份合同，就算是他骗子珊签了字，这个办法根本不可能成功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子珊之前并不是公司的股东。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，所有将股权转让给外人的股权变更行为，都需要经过股东会的讨论，听取其他股东的意见之后进行表决决定。没有经过股东是不会生效的。于鹏跃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。那没准他一时兴起给忽略了呢。他这么精明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忽略这么重要的细节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他不熟悉这里边的一些规定，小雨也一定会提醒他。我不相信小雨会眼睁睁看他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那照你这么一说，这就是大鱼给他下的一个圈套。不知道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老于，咱们真的要花这2万块钱吗？俗话说得好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既然要陪他们演戏，就要演得像点。你说你这么心远念旧的人，如果再没点举动的话，他们反过来一定会想自己是不是被看出来了。那好吧，周岩，我知道，不管是骗菲菲还是算计老大，这都不是你想做的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也一样。可是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周远，你得帮我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我等你电话。嗯。小奈吗？行。以上就是我的建议，仅供大家参考。我说李总，你是不是搞糊涂了？让王总同意周岩的股权转让方案，那股东会不就3比2通过了吗？这5%的股权就转到外人手里了。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，他们卖不出去。之前王总已经说过，以这个价格来购买 FB 公司的股权，除非他们是疯了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购买方是虚构的。于鹏跃实际上是希望我们高价收购。那也行啊，只要他们肯卖，一旦我们接手我们手里掌握的 FB 公司的股权就超过了51%，FB 公司就得听我们的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倒是挺好。不过于鹏跃一定会留着后手，不会让我们顺利的达到目的。他还能有什么后手啊？
都已经被我们逼到这个份上了，李总。小王，对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其实我倒是和叶总想的一样，不知道李总你为什么就这么肯定于鹏业一定留有后手呢？昨天，杨新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他说，于鹏月准备把之前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拿出来，让它重新发挥作用。什么意思？我在离开 LB 公司之前，曾经打算把自己持有的股权送给一个朋友。这件事儿陈老师知道的。我记得，这是你当初过来的一个条件。我还记得你说过，既然来，就干干净净的来，用真材实料打败于鹏月。我说李总，你这不是傻吗？行了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再说这个协议也没有生效。东飞啊，你接着说。好的，陈老。杨新伟说，于鹏月拿出的那份股权转让协议，就是我之前签字没有生效的。现在，他在说服我那位朋友，在上面签字重新生效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也觉得这件事挺好笑的，不过事情的确就发生了。杨新伟的消息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那于鹏月这么做意义是什么呢？不清楚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个烟雾弹，让大家搞不清楚他的真实意图。所以你觉得咱们应该观望下去，免得中他的圈套？是的，陈老。陈老，我不是这么想的。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收购 FB 公司最好的时机。于鹏月那小子肯定是在上空城计，管他什么后手陷阱，谁手里的股份掌握的多，就得听谁的。除非什么？除非到时候李总和杨总不愿意把手里 FB 公司的股份卖给你，或者说是不愿意替我们自己公司说话。如果公司有要求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把所有的 FB 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王总，杨新伟的也可以。有什么问题我来协调。那感情行了，先不说这件事儿。小王 ，FB 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怎么样？有变化吗？没什么变化，我安排的人都看得很严，绝不会让他们有机会从公司掏钱出来支持周岩。怎么？你还想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周岩会突然在这个时候想要出售股份？那还不是为什么出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。腾飞说的有道理，大家都应该谨慎地考虑一下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有点累了。志秋啊，你帮我送送他们。好的，陈老。二位，请吧。李腾飞啊，李腾飞，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你呢？陈老，什么事儿？刚才菲菲打电话来说，周岩已经给了对方2万块钱，把他赎出来了。在送他回家的路上，他无意中听到周岩和于鹏月打电话，说什么晚上约了杨新伟和李腾飞一起吃晚饭。让菲菲给我盯着他们。是，我明白了。
这个，咱们4个也好久没见了，好久没一块坐下来喝点，来，干一个吧。对，我们喝一个。你们俩干嘛呢？我这干了，养鱼呢。李总看起来心里好像有事儿啊。彼此啊。于总这次把我们找来是公事儿啊，还是私事儿？谈不上公事儿，也谈不上什么私事儿，就是闷了，想找你喝酒。哦，这我还没想到，怎么突然间想起来找我喝酒了？喝酒嘛，总得找个旗鼓相当的人，对不对？不然自己喝多无聊。有道理。那我先敬你一杯。别呀，既然都端杯了，那总得庆祝点什么。你我都是做北漂市场的，那就祝我们携手共赢，独占一方，合作愉快。好时光总是很短暂，如果有一天你想喝酒了，随时打给我。行，先走了。旁边哥哥，拍到了吗？又让你给猜中了。辉爷哥哥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别管啊！哎，辉爷哥哥。师傅，他来了啊！坐。你就是菲菲？我早就听知秋说起过你。来，先喝点茶。想不想跟着我做点事情啊？你愣着干嘛？这陈老抬举你，还不谢谢什么？哎，据我所知，周岩现在确实是在出售股份，这说明你在用心的做事。我这个人一向说话算话，有功必赏。这是给你的奖励，收着呀。谢谢陈老。谢什么？这是你该得的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就不是外人了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哎呦，你说呀！我刚才看见李腾飞、于鹏岳他们4个人一起吃饭来着。有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呢？那个地方很乱，
我就听到他们说了一句话。说了什么？于鹏越跟李腾飞说：“合作愉快。”停！那你知不知道李腾飞和于鹏越私底下关系如何呀？他们上大学那会儿，好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。那天啊，我正跟车里睡觉呢，就听见车外边咔嚓咔嚓这快门声。我一抬头，看见俩女的举一牌子，跟车旁边拍照呢。那牌子上写着“恭喜什么内衣品牌米总喜提劳斯莱斯”。刚开始这俩人就在车旁边拍，我就想都不容易，就算了，就没管。可后来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俩人一看没人管，胆子是越来越大。其中一女的啊，我估计是那米总，直接趴我机器盖子上了，哎，搔首弄姿那劲儿啊，还拿手机开始直播。我一看这不行啊，陈老马上就回来了，我就摇下玻璃跟他说，这俩人一看车里有人，直接吓得撒腿就跑。还有这事儿？哎，张老师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小贾，陈老吩咐把客人送回去啊。我人在门口呢。这姓叶的，净他妈给我找事儿！这都几点了，真拿我当出租车司机了？蒋哥，最近这姓叶的可是跟陈老越来越近了，这才多长时间？老爷子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安排，这以前可是您的一亩三分地儿啊。他算老几啊？老子跟着陈老的时候，他还在中介打杂呢。我就是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，才给他几分好脸色，要不然早就把他给收拾了。那是，您是陈老身边的老人，又为陈老办了那么多事儿，论情分啊，他都排不上号。哎，他好像下来了。啊，行了，不跟你贫了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别偷懒啊！放心吧。小贾，陈老吩咐把客人送一下，请吧。哎，蒋哥，您跟程老有多长时间了？哎呦，那说来这可长了去了，少说10来年肯定是有了。这么长时间啊？那您应该已经算程老身边的心腹了吧？不是跟你吹啊，陈老最信任的人，我。可是我刚才看那个姓叶的，并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啊。他算个神马东西啊！老子跟着陈老走南闯北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在哪儿睡公园呢。就是，他怎么能跟您比呀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看呢，他顶多就算陈老身边的狗，放出去吧追追兔子。真正贴心的人吧，还是像您这样的老人。哎，我说，妹妹可以呀，够会聊天的。这也得看分谁，是吧？比如就像刚才那个姓叶的，那我就真的不稀得搭理他。可不是嘛！我跟你说，要不是看着陈老的面子，我早就大嘴巴抽他了。他算个什么呀？啊！对，他这种人就得大嘴巴抽他，抽死他！把自己当盘菜啊！
陈老，陈老，咱们就真的放手让他们把股权卖给别人？这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觉得腾飞说的对，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于鹏岳一定会有圈套在等着我们，以后机会有的是，没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。是，那腾飞，陈老，按你说的办，看他们还能怎么样。好，你放心。行了，你去忙吧，有什么消息，随时通知我。好的，陈老，那我先回去。陈老，你就这么相信李腾飞？这万一……行了，志秋，别你也认为我这么做就是相信他吗？